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卫军情局。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15号。虽然说是周末但我们仍然要聊一期每一个人都必须重视而且沉重的话题。全人类有可能会被几个独裁者裹挟着进行一轮新的核军备竞赛，有图有真相哈。我看了一下《每日镜报》前几天的报道，并且结合《纽约时报》2023年12月份的新闻，那里面有大量的卫星侦察图片显示，中国正在大力建设它几乎唯一的核试验基地。这个图有十几张，我直接告诉你结论。它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个是加大了地下隧道的建设，第二个那就是生活区正在扩建，包括基础设施和新的公路。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长期的冷衙门现在有可能会活跃起来。大家清楚，凡是各国的核试验基地它都属于冷衙门，因为在1996年，主要核大国他们联合签署了一个禁止全面核试验协议。你以为是不是大家都在遵守吗？错了，这个协议它自始至终它就没有生效。原因这些核大国心里边它都留有后门，也就是讲，签字虽然签了，美国、俄罗斯、中国都签了，但是没有批准。美国参议院没有批准，俄罗斯虽然后来批准了，但是在2023年，普京又把它给撤销了。那中国也签了，人大没有批准，也就是讲，2022年这个俄乌战争以后大家已经不再遵守这个协议了，压根就没批准，就没生效。那你能约束谁呢？那你就明白为什么在川西会前夕，川普对媒体透露，他要求美国要重新启动核试验，因为他提到中国已经在开始准备了。那他的信息来源无非就是高空中的侦察卫星图像显示。在这儿我细分一下，一个核试验基地它通常只是一个留守部队，因为在90年以后，主要核大国都已经不再做这个核试验了。你留在那儿的人没啥事儿干，就是一个监测日常守卫的工作，不允许游人和敌国来靠近来侦察。在这儿我特地说一下，中国的核武器试验基地它不是归这个作战司令管的，它实际上是归总装备部，现在呢叫装备发展部。中国的军队一开始权力集中在思政后，后来发现现代战争不再是拼人海战术了，而是高科技拼核武器。所以说军事的国防科工委就成立了。一开始是聂荣臻主管，两弹一星的最大工程指挥者，他就是聂荣臻。周恩来直接是负责指挥他。那中国的核试验基地一开始它是在地面，但是弊端非常明显。你只要一核试验，就会被全球的卫星看到，尤其是军事卫星，你无法保密。更重要的是，你只要试验完成以后它就会成为永久沾染区，几乎就是无人区了。那为了防止核污染，人们都想到了地下核试验，中国也是如此。后期的核试验都是在中国的51区罗布泊地下进行的。如果你通过卫星呢，能够看到它地面的这个震动，相当于几级地震但是它没有核污染。在这儿我给大家科普一下，这地下核试验呢，它虽然能够被看到，但是它几乎没有污染，因为地下能钻到1000米深，然后把这个核弹钻进去，进行水泥的回填，把它埋上，然后呢有一根电缆专门接出来。真正负责按这个电钮的人，他并不在地面，而是距离这个井
大概要几十公里一个非常秘密的安全屋里，而这个安全屋啊，它是防辐射的。他在那儿负责按这个电钮，也就是地下1000米的核装置和指挥员之间是一个有线连接。真正按下去，地下瞬间多少度啊？是3000万度。这个温度啊，和太阳几乎是一致的。大家清楚啊，1500度这钢铁就融化了，你就是那个钨，也得3000度，对吧？但是啊，它3000万度直接就把地下的熔岩啊气化了，气化以后它就形成一个大琉璃，然后呢一个冰坨子直接坨起来，所有的核污染啊都在那坨着呢，地面上实际上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对于军方，你看我有些朋友呢，他就是总装的老人，他就说，真正官宦的孩子，红二代、红三代，他们在哪儿呢？总装备部机关。第二呢是什么？七机部。再就是哪儿呢？有一个物理研究所，它是在四川的深山里，把这个山掏空了，专门在里边研究。而你没啥背景的，但是呢，你学习又很棒，就是平民家的孩子，他就要去哪儿？就要去这些核试验基地，那是充满危险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它与世隔绝。虽然说有铁路啊，跟那个边缘连接，但你内部进不去。通常情况下，周围的守卫啊特别森严，你只要一靠近，马上抓起来判刑，至少10年起步。无论你看没看到东西，因为普通游客根本到不了核试验场，你来，他100%是达成间谍，至少10年起刑。10年后你到哪儿你都忘记了哈。那我们说这么热闹，那中国为什么要重启这个核设施啊？那就是为了震慑美国。当然了，最根本的原因是武统台湾。前几期我们讲到了，自从2022年俄乌战争以后啊，美国它没有特别大的帮忙，无论是拜登时期还是现在的川普时期，他就忌惮一件事儿，那就是普京手里的核武，而且这个核武啊，还经常拿出来挥舞一下，像那个国安委副主席呀、梅德韦杰夫啊，差不多1个星期就来一次核威胁。因为打了3年多，大家已经清楚，如果对常规武器，北约根本就不用怕了，他那些什么坦克、战斗机啊，都不是北约的对手。那现在怕什么呀？那就是核武，如果被独裁者啊真的用来打赢一场战争的话，美国他不愿意承受这样的1/1000的代价。虽然说各国包括北约都有防御系统，而且是多层的防御系统，但问题是，这个核它不一定是从俄罗斯的本土射出来，它有可能是在这个远程轰炸机，也有可能是呢地下井，也有可能是在这个海里边核潜艇射出来。你这个东西呢，它防不胜防。咱们假设万一啊，1万枚里哪怕有1个落在了纽约，落在了洛杉矶，那个总统啊，他就永远被钉在这个美国的失败者的耻辱柱上了。所以你想，拜登也好，川普啊，都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人。这也就是核威慑的力量所在。常言道呢，核设施本身只要我拉出来，哎，它就是能达到威慑的效果。你看，把美国吓住了吧？所以以至于啊，金三胖提到说，乌克兰，你曾经签署了布达佩斯备忘录，你放弃了核武器，现在你知道这个效果了。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发展核武器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了和美国叫板。那中国也是啊，既然在川普任期之内，他极大概率是要武统台湾，那怎么能吓住老川呢？那就是我的核武器啊，要小那么一家伙，哎，你就害怕了。当然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一开始那肯定不会拿出来用啊。如果在新疆它唯一的核武器试验基地试爆了一下，那川普啊，他的信心，防卫台湾的信心就要哆嗦一下。为什么？因为他清楚，
如果这是你孤注一掷的决定，几百枚啊，中国现在是600，有可能会扩充到1000枚，那美国你是否都100%拦得住？哪怕有1枚打到那美国本土或者是东亚的这个关岛基地，这个总统你都没法干。那你说老中他不怕这个什么？他实际上不怕，原因就是他没有任期的这么一个限制。即使我发了这么多枚，我失手了，有1-2枚中了以后，老百姓你也只能被裹挟着进行这场武统台湾的战争。所以独裁者他不怕，他输得起，他不用担心被推翻。所以说，未来的世界可能像日本、韩国包括一些中欧国家，为了防范俄罗斯都不得不要重新考虑是否要加入这场核军备竞赛。所以说未来的一段时间，俄罗斯未必他就能够顺利的拿下乌克兰。如果他不停的挥舞核大棒，那世界上的一些富国就都不得不加入这场核竞赛。至少大家看清楚了，你签了那个协议，没人遵守，说明人类的文明还早着呢。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呢，我想着重和大家分析一下，如果美国川普要重启国内的核试验，他是否要经过批准，包括核安全局是如何分析和回复的。如果您感兴趣，打开小铃铛，咱们明天再会，再见。